为什么伊斯兰教各派要互打？揭开千年世仇的真相。第一章：分裂。前言：翻开国际新闻，只要提到中东，常常伴随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流血冲突。大家总觉得他们是不是打了几千年的世仇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伊斯兰教的分裂一开始根本不是因为宗教教义，而是一场活生生的政治继承权争夺战呢？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除了这两大派别，其实还有一个几乎被大众忽略的第三教派。今天就让我们回到1400多年前，挖出伊斯兰教派分裂的最深层真相。第一部分：伊斯兰教的起源与未爆弹。在切入分裂之前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伊斯兰教是怎么建立的。西元7世纪初，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 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 Mecca， 位于今沙乌地阿拉伯西部，宣称接收到真主的启示，创立了伊斯兰教。当时的阿拉伯半岛部落林立，信仰多神教。穆罕默德提倡的一神论与社会平权思想受到了底层民众的欢迎，却触怒了麦加的统治阶级。西元622年，穆罕默德带领信众迁徙至麦地那 Medina， 位于今沙乌地阿拉伯西部。这一年也成为了伊斯兰历的纪元元年。在麦地那，穆罕默德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群。经过数年的军事与外交努力，他最终几乎统一了整个阿拉伯半岛。然而，西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，并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。这颗政治未爆弹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历史。第二部分：历史的分岔路口与教义差异，逊尼与什叶。先知过世后，穆斯林为了谁是接班人而分成了两大阵营，这也就是两大教派的雏形。多数派认为，领导人哈里发应该由社群中的长老透过协商与共识来选举产生。他们推举了先知的岳父阿布巴克尔阿布鲍克尔为首任哈里发。这派强调遵循先知的传统，演变成了今天的逊尼派苏尼。在神学上，他们认为哈里发只是行政与军事领袖，不具备神圣的绝对无误性。今天，逊尼派占全球穆斯林约85%到90%，广泛分布在沙乌地阿拉伯、埃及、土耳其、印尼等地。但是，另一群少数派坚信，神圣的领导权应该留在先知的血脉之中，由真主指定。他们认为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 Ali ibn Abi Talib 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者。这群被称为阿里党人的群体，就是什叶派 Shia 的祖先。什叶派认为领导人伊玛目拥有绝对的神圣无误性，并拒绝承认前三位逊尼派哈里发的合法性。目前，什叶派约占全球10%到15%，主要在伊朗、伊拉克、巴林和亚塞拜然占多数人口。第三部分：卡尔巴拉的血泪烙印。这个政治上的分歧，最终演变成了惨烈的内战。西元680年发生了著名的卡尔巴拉战役 （Battle of Karbala），位于今伊拉克中部的卡尔巴拉。阿里的儿子，先知的外孙胡生 Hussein ibn Ali 拒绝向当时掌权的逊尼派哈里发效忠，带着少数的亲属与追随者，遭到强大军队的残酷围剿与屠杀。这场战役将原本的政治分裂彻底固化为深刻的血海深仇。从此以后，对抗不义政权与殉道的悲情意识，成为了什叶派认同的永恒核心。第四部分：打破二元对立的第三派伊巴德派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以为伊斯兰世界只有这两大派。
其实还有一个常被遗忘的第三派伊巴德派 （Ibadism）。这个教派起源于西元7世纪末期，发展得非常早。他们的神学观非常务实，他们既不认同逊尼派的绝对服从，也不认同什叶派的协同论。伊巴德派主张，领导人应该由学者和社群选举产生。最特别的是，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公不义，社群有权利甚至义务把他罢黜。他们甚至认为，不一定要有统一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，各地的社区是可以自治的。今天，伊巴德派主要集中在阿曼 （Oman），占了该国1半到2/3的穆斯林人口。此外，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、突尼西亚与利比亚的部分地区也有他们的身影。在当今动荡的中东，阿曼反而因为这种务实与包容的神学观，成为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绿洲。第5部分，跨越教派的神秘主义苏菲派。说完了3大教派，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特别的存在——苏菲派 （Sufism）。严格来说，它不算是一个与逊尼、什叶并列的独立教派，因为一个苏菲派信徒，他可能本身是逊尼派，也可能是什叶派。苏菲派更像是一种伊斯兰神秘主义，他们不那么执着于世俗的政治权利或严格的教条，而是强调透过爱、音乐、冥想和内在的灵性修炼来寻求与真主的精神连结。因为他们对各地传统文化的高度包容，苏菲派在历史上非常受民众欢迎，也是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重要推手。不过，别以为他们只是一群与世无争的修行者。在面对近代欧洲帝国主义入侵时，苏菲派教团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力与战斗力。例如，在北非的塞努西教团 （San Lucy Order） 就曾发动强悍的游击战，对抗意大利和英国军队。该教团的领袖甚至成为了现代利比亚独立后的第1任国王。有趣的是，到了现代，因为苏菲派给人和平、宽容与专注心灵的印象，许多中东与北非国家，像是埃及、阿联酋和摩洛哥，开始在政策上大力推广苏菲派，把它当作对抗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软实力武器。结尾，所以这些教派在教义和分布上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分裂的起点其实是政治权力的争夺。不过，如果他们在西元7世纪就分家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东战火却感觉是近几10年才特别严重？难道他们真的整整打了1400多年吗？下一集我们将要抽丝剥茧这个千年世仇的传说，各教派宣称的自古以来是否属实？看看究竟是谁在近代出于什么样的现实政治利益，刻意重新点燃了这场教派战火。我们下集见。